战印接过了赵秘书递过来的袋子，里面放着2只红色的锦盒。他拿出一只锦盒，苏南又不傻，明白这是老太太从司库里拿出了好东西给战印讨海童的欢心呢。他羡慕战印有个为战印的婚事操碎心的好奶奶。而且奶奶在战家大宅还是老太君，人人敬着，他给战印安排与海童闪婚，无人会阻拦。这样的奶奶啊，苏南想要一打。可惜他奶奶去世了，我回去做事了哈。苏南不想再被好友刺激，有些事真的是羡慕不来的。他起身与赵秘书一起退出了总裁办公室。战印看过了奶奶让人送来的2枚永恒钻戒，就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奶奶，跟奶奶说道：“奶奶，这2枚钻戒我出钱买，给我们当婚戒的呀，怎能让奶奶送呢？”老太太笑道：“也成，咱们是亲婆孙，奶奶给你算便宜点吧。1枚钻戒就给奶奶1元钱，你一共支付奶奶2元钱就行。”奶奶，战印无奈地低叫着，彤彤要是知道了价钱，会怀疑我去夜市路边摊买的2元货呢。老太太乐，好吧，你自己看着给多少，奶奶都没意见。孙子给她的钱，将来她升级当太奶奶了，再把那些钱以奖励的形式奖给海童，钱依旧是属于他们小夫妻俩的。奶奶，谢谢啊，你这谢谢是几层意思？奶奶认为有几层就是几层。老太太满意的乐呵呵的挂了电话。心情愉悦的时候，干什么事都来劲，也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。好像刚吃午饭，眨眼间就到了晚饭时间。周红林今晚特意推掉了所有应酬，独自驱车回老家，跟父母说他明天下午去和海玲办离婚手续的事。那到家时，他父母刚准备吃饭。红林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周母听到汽车的声响，端着一碗饭，边吃着边走出来看，见是儿子回来了。他很意外地问了句，随即又关心地问：“你吃过了吗？”妈，我还没有吃饭，有我的饭吗？周红林拿着从海玲那里拿到的那些证据的复印件下车，走向母亲：“怎么这么晚才吃饭？闲着不做事，就不觉得不想那么早吃。我去给你拿碗筷。”周母与儿子一起进的屋，把碗筷往桌子上一放，就进厨房帮儿子拿碗筷。周父瞪着儿子：“你回来做什么？”“洋洋怎么样了？你有关心过洋洋吗？”“爸，先吃饭，等会儿我再和你们说件事。”周红林怕现在说了，父母连饭都吃不下。“你拿回来的是什么？”周父瞟了那只黄色的文件袋2眼，周红林就笑笑，没有接话。周父心里就有底了，就肯定还是为了和海玲离婚的事。周母拿了碗筷出来，还帮儿子盛好了饭。你没有提前说，妈没有煮你的饭，就剩1碗饭，本来是留着来喂狗的，给你吃吧。要是吃不饱，妈再给你煮面条去。妈，我吃1碗饭也饱了。从进来开始，周红林都任由母亲去给他拿碗筷，帮他盛饭，他习惯了母亲这样子。那一家3口吃饱喝足后，周红林先把黄色文件袋递给父亲。“什么东西啊？”周父狐疑，还是伸手接过了袋子，打开袋子，从里面拿出一叠纸以及相片。周母也凑过来看，看着看着，夫妻俩都蹙住眉。“红林，你收了那么多钱呢？”周母震惊的是儿子居然有那么多的钱，周父则是蹙着眉问儿子：“这是海玲给你的呀？”周红林点头：“他想做什么呀？我的所有财产他都摸清楚了，有这些证据，他去起诉离婚，在进行财产分割时，我就要与他平分。”周父脸色很难看，他虽不知道儿子真正有多少钱，却是知道儿子早就防着了海玲的，都要与他平分呀。周母低叫：“那岂不是要分给他近100万元？要分100多万吧？”周母肉疼地叫着：“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当初给他20万呢。”说着，他又一巴掌拍向儿子：“红林，这么大件事儿，你也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。我要是早知道你还私藏着那么多的钱，就让你分给海玲20万了，损失还能少一点呢。”“妈，没用的，海玲不会吃那个亏，别忘了她以前是干什么的。她狠起来的时候，
比谁都狠。周红林见父母都看过了能威胁到自己的那些证据，才把他和海玲的离婚协议书拿出来，递给父亲。爸，这是海玲写好的离婚协议书，我和她都在上面签好了字，约好了明天下午去办离婚手续。洋洋的抚养权我决定放弃，把洋洋给海玲带走，不过不影响你们看望洋洋的。海玲保证过，她不会阻止我们去看望洋洋。那周父看完后就想撕离婚协议书，周红林眼明手快地抢了回来。爸，你撕了也没用啊，我和海玲都谈妥了，今晚回来是跟爸妈说一声，这是我答应了海玲的事，你们知道后不要再去找她闹，让我和她好聚好散吧。不是怕父母去找海玲闹，惹怒海玲再起波澜，周红林下午都和海玲办离婚手续了，周父就要一巴掌甩过去。刚举起巴掌就被周母按下了。周红林，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呀？洋洋是我们周家的孙子，让你无论如何都要争取到洋洋的抚养权，你居然放弃了。周父指着儿子大骂，海玲知道你转移财产就知道呗，真要平分就平分，但洋洋必须归我们。周母却说道，红林，妈现在不同意你和海玲离婚了，离婚的代价太大，你们别离了，你和那个姓叶的断了，以后和海玲好好过日子。你看你这一离婚，钱要损失100多万，我的孙子也没有了，等于是人财两空，不能离，不准离嘞。周红林苦笑，妈，我和海玲闹成这般，你以为还有回旋的余地？我们不协商离婚，他也会去起诉离婚。洋洋才2岁多，太小了，一般情况下也是判给妈妈的。洋洋被任明豹打进医院的时候，他又保留了证据打官司，我们都争不赢，还不如好聚好散，至少以后路上遇着了还能点头打个招呼，不用成为仇人。那是小孩子打架，也是个意外，以后洋洋给了我们，我们肯定会好好照顾他，不会再让他受欺负。周母心疼的道，红林，不要离了，妈受不了了。她没想到因为小孩子打架会影响到孙子抚养权的问题，她一把年纪了，也没有看到过别人打离婚官司啊。那他们周围的人一旦离婚，都是让女的直接收拾东西走人，房子车子孩子都是留给男方的。是小孩子打架，但也让人看到洋洋跟我们不利于洋洋成长。周红林就耐心地劝说父母，妈，我已经不爱海玲，海玲也对我死了心，酱扭的瓜儿不会甜，再这样过下去对谁都是很痛苦的呀。况且呢，海玲也愿意再将就，这婚离定的了，我也决定了，就是回来跟爸妈说一声而已。叶佳妮说的对，这是她和海玲的事，她决定就好，知会父母一声就可以了。周母都要哭了，她拍着丈夫，老头子，你说句话呀。不行，我打电话给红英，让红英过来跟你说道说道。她就要打电话给女儿，被丈夫阻止了，跟红英说只会惹是生非。周父没好气地道，又问儿子，非离不可，那些相片什么的对你威胁那么大，自己的儿子呢自己了解。不是受到了威胁吧，儿子是不会妥协让步，一切按着海玲说的去做。爸，海玲只要把那些东西交给我们老总，我的前途就完了，结束一段没有感情了的婚姻，保住我的前程不划算吗？周父沉默，周母则骂着，海玲做的也太绝了，毁了你的前程，对她有什么好处？我不让她好过，她就不让我好过呗，我损失比她大，她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周母骂骂咧咧的，一会儿骂这海玲太狠，一会儿又骂儿子管不住下半身，那一会儿呢又骂叶佳妮是个狐狸精，插足儿子的婚姻，害得儿子儿媳要离婚分家产。妈，这不是佳妮的错啊，是我先喜欢她的。周红林不喜欢听着母亲骂叶佳妮，事实上也是她先喜欢叶佳妮的。爸妈，你们想一想，我换一家公司的话，肯定没有这样的收入。虽说分给海玲100多万是很肉疼，但只要保住了我的工作，很快就能赚回来，还能赚得更多。不答应海玲，她起诉离婚，该给她的一样不能少，我还会失去工作，在行业内这名声也差了。
想找份好工作都难了，我也是深思熟虑后才答应海玲的要求。洋洋，你们也不用担心，我和海玲离婚，洋洋依旧是你们的孙子。你们想看洋洋，跟海玲说一声，他会让你们看洋洋的。那周父周母一下子都不说话了，儿子的前程比什么都重要呀。他们知道儿子从小小的一名职员干到现在的经理很不容易，儿子1个月捞的外快是很多人1年的收入了。良久，周父沉声说道：“你都决定了，我们还能说什么呀？”周母重新拿过离婚协议书，反复地看了几遍，每次看到要分割给海玲的一笔钱，他就肉疼，说是平分，这数目不对吧？房子车子海玲放弃了，我得另外补偿他一笔钱，加一起就是这个数目。周母，那房子装修的费用啊？周红林答道：“没有算在内，我说了，那个不赔偿给他。”周母心里好过点了，嘴上说道：“装修也花了几十万啊，他没有再向你索要装修费，咱们也算占了点便宜。肉没那么疼了。红林、海玲是怎么收集到这些的呀？那周父觉得儿媳妇没有这个本事，是不是有人在帮着他呀？我问过他，他不肯说，也不知道是谁帮了他。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啊，很厉害。对我来说呢，那也是个炸弹。爸，我怕，所以我妥协了。”周母想明白后说道：“会不会是海童夫妻俩帮忙的？洋洋出事时，海玲都没有拿出这些证据，说明他当时手里没有呀，才过几天呀，他就能拿出来了，就说明这些证据是短时间内收集的。海童婆家人虽多，却是普通人，还没有那个本事。妈，不用太担心，我们满足了海玲的要求，就没事的了吧？”海玲也在离婚协议书上写明了，保证离婚后不会再对我进行报复。那周父周母又沉默。周红林看看时间，对父母说道：“爸妈，我还要回去啊，明天得上班，下午再请假去办手续。”那父母都没有说话。周红林略作片刻，就起身离去。等他走后呢，周母对丈夫说道：“老头子，就任由他们这样离了吗？不能不离啊！不离，钱不用分，孙子还是自家的，儿子儿媳还是夫妻。红林都决定了，能怎么样啊？不离啊！除非海玲不想离了，否则他们明天下午一定会去办离婚手续的。”周母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我去找海玲谈谈，劝劝她，不行的话，再去找海童。我总觉得这件事，海童是他姐的主心骨，我也去找一些说客，能劝尽量劝他们别离婚。我真受不了，太难受了。别人离婚容易得很，怎么到咱们儿子这里，离婚要损失那么大，100多万呀，都可以在市区好的路段首付一套房了。”周父叹口气，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呀？谁叫你和红英那么做？红林会这样子，你们母女俩功不可没。周母一噎，半晌说道：“你也就是马后炮，说的你没有责任似的。我哪想到都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还会闹成这般啊！婚前他们对海玲是特别好，特别包容，让海玲以为婆家很好。毕竟她和周红林认识时间很长，这么多年来，周家人表现的都很好。她想不到一结婚，婆家人渐渐的就撕开了包容的面具。你以为现在的人还和我们那个年代一样啊？不行，她还是要尽力去挽救一下。”她马上给女儿发信息，约女儿明天陪她一起进城。周红英心情不太好，回复母亲：“妈，我工作不是很顺，明天不好请假，你和我爸去吧。”红英说她工作不是很顺，怎么了？她在单位里混得不是很开的吗？怎么就不顺了呢？周母嘴上嘀咕着，手上动作不慢，马上打电话给女儿。在电话里呢，周红英烦躁地道：“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总觉得他们是在故意针对我，挑我的刺，一整天我都没有顺心过。妈，红林要离婚，就让他们离婚呗，反正你儿子那么优秀，不用愁娶不到老婆。海玲不知道从哪里收集到的一些证据，对你弟很不利的，威胁的你弟同意了他提出来的所有条件，离婚要分给他100多万，洋洋的抚养权归他，每个月还要给洋洋3000元的抚养费。红林有那么多钱给他？”周红英都震惊了。
红林原来早就转移财产的，只是现在被海玲收集到了转移财产的证据。算了，你心情不好，工作不顺，不用陪妈去了。妈和你爸明天一早就去市区找海玲姐妹俩谈一谈。周红英本能地道：妈，你去找海童吧，能说服他，也就是说服了海玲。妈也是这样想的。母女俩在电话里聊了好一会儿才结束通话。海童下班后先去了姐姐的家里，跟姐姐商量搬出周家后的去处。果然，海玲拒绝了住进妹妹家里。她说道：只要周红林给钱痛快，姐也不缺钱了，不用住到你们家去，先去租个房子，然后去看房子，用那笔钱首付一套小一点的房子，余下的钱我看看我能否在陆氏集团干下去。干不下去啊，那我就辞职，按我跟你们说的那样去开早餐店。海童没有继续劝说，只跟姐姐说道：姐，要是钱不够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先借给你应急用。放心，真要跟你借钱，姐不会跟你客气的。海童摸了摸窝在姐姐怀里的外甥，小姨，洋洋要小姨抱吗？洋洋想了想，才伸出双手让海童抱他。海童抱过他，仔细看过他脸上的青紫。医生说24个小时后就要热敷的，每天坚持给他热敷。是那样做的，现在好很多了。在他的陪伴安抚下，洋洋哭闹的也少了。姐，明天带洋洋出去走走，没地方去就去我店里坐坐。海玲嗯了一声，说了一会儿家常，海童才离开姐姐的家。梁姨依旧留在海玲的家里。海童走之前让梁姨明天帮着姐姐收拾一下东西，离婚证一到手，她马上带着人过来帮姐姐搬家，然后把房子的装修都砸了，才把房子还给周红林。回到明苑花园，老太太先睡了，她就轻手轻脚进了房间，洗过澡后又轻手轻脚地溜进了战印的房间。她让他在她的房里等她回来的。海童拿着手机躺在床上刷了一会儿视频，眼皮就直打架。他抵挡不住周公的诱惑，举手投降，睡了过去，手机都掉在了床上，他也不知道。战印归来时是满心欢喜的，因为海童答应了他会在他的房里等着他呀。他早上出门时也刻意没有锁上房门，方便海童进去。一回来他就迫不及待地推开房门，看到房里灯是亮着的，床上也的确躺着他的老婆大人，但他睡着了。哇，手机都掉在床上。他等是等了，睡着等。战印的满心欢喜有点受打击，他还带了从奶奶那里买回来的2枚永恒钻戒呢，打算今晚就给海童戴上的，结果他睡着了。在床沿边上坐下，战印伸手轻捏一下海童的脸，小猪睡得真沉啊。捏了捏脸后，他俯下身去，在海童的脸上亲了亲，又流连到他的唇上戳了戳，这才拿走他的手机，放在了床头柜台上。虽然老婆是睡着等他，好歹是在他的房里，对战某人来说还是有点安慰的吧。隔天，海童醒来的时候就被一大束花惊艳到，那束花后面是战印那张俊美的脸。他眨眨眼，确定自己是清醒了，看到的真是战印。他坐起来笑道：你回来了，老婆，早安。早安，天亮了，你加班到天亮才回来？不是，我昨晚就回来了，某人答应等着我回来，结果独自梦周公去了。哎，海童不好意思地笑笑，伸手接过那束鲜艳美丽的花束。花店这么早就开门了，只要我想买，随时都能买到。战印在他接过花束后俯下身来，黑眸灼灼地锁着他的俏丽面容。低雅的要求，是否该给我一记早安吻？送给他的这束花是他打电话给老宅的管家杨叔，让人去他们家花园里捡了开的最艳的花枝，包扎好就专车给他送过来。一早醒来就能收到一束鲜花，海童被战印的用心及浪漫暖到，很大方地给了他一记早安吻。彤彤，想说什么就说吧。海童赏着花束，你在哪家花店买的？这些花开的真好，比我阳台上养的都要好。
我特意打电话去某个花田订的花束，让人家专车送过来。这么早，花店还没有开门呢。说完后，战印黑眸定定地瞅着海童看，等着他感动至极再赏他一记香吻。哎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为了买束花，还特地让人家专车送过来。海童感动是感动，却没有战印想要的那种感动。非要什么好日子才能给你送花吗？战印拿出了2只锦盒，当着海童的面打开了2只锦盒。他拿出给海童戴的那枚钻戒，指起海童的左手，边把钻戒往他无名指上套去，边说道：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直欠你1枚婚戒，现在给你补上，以后要时刻带着它，特别是在张念生面前，你得秀秀你的玉手，让他看到你手指上的婚戒。海童很意外，却不抗拒，任由战印往他手指上套上钻戒。听了他的叮嘱，他好笑的道：大清早翻了醋坛子，小心酸的连粥都喝不了。总之你得时刻带着。战印叮嘱着，他又伸出自己的手：童童，你也用婚戒把我套住吧。海童放下花束，很听话的拿起另外1枚钻戒套到他的左手的无名指上。童童啊，在海童帮他结上钻戒的时候，战印温沉的道：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们都不说分手，不提离婚的事，好吗？海童觉得2枚戒指很适合他们夫妻俩戴着，正在内心夸赞他的眼光好，没有带着他去挑选，也能挑中适合他戴的。听了他的话，他抬头看他，说道：我不能答应你这个要求，万一你像周渣渣那样，我也不提离婚。出轨的男人早点踹了早点舒服呀，留下来都是恶心人的呀。战印本想先套他许下承诺，以后他坦诚身份的时候，他不会离开他。没想到他不上当呀。在这么温情的时刻，他的头脑都保持着清醒，真不愧是他战印爱上的女人。那在我没有出轨的前提下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你都不能跟我提离婚，我们做一辈子的夫妻。战印是不会出轨的，他这种脾性的男人爱上一个人就是一生一世，就因为这样他才害怕海童知道他是战少后一脚踹了他。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啊？海童反问他：你今天真奇怪，大清早的让人专车给我送一束花过来，又给我补上了婚戒。虽然我没有鉴定珠宝的能力，看这枚戒指也知道是很贵的，反常即有妖，你肯定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所以想用糖衣炮弹来算计我，让我跳进你的坑里，让我无法和你算账。战印沉默地看着他，半晌他伸手揉了揉海童的头发，若无其事地道：这脑袋啊，想象力真是丰富，刻意给你制造点浪漫，你却阴谋论。我猜错了。海童见他神色不变，本是自信满满的，又有点不确定了。你真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呀？战印反问他：我能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？出轨？不可能啊，我女人缘那么差，活成了个大龄剩男，才在我奶奶的安排下娶了你，否则我现在还是光棍一条，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出轨的。他对女色真的很淡。哇，这么快就在乎海童，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啊。那可能啊，这是他们夫妻俩的缘分吧。哪个男人在结婚之初就说我以后会出轨的？哪个在结婚时不是想着过一辈子的？战印一噎，算了，咱们讨论这个尚早，等你真的做了什么事时再说吧。我起床了。海童惦记着姐姐今天要和周红林离婚，下床后他走了2步又折回来，把战印推倒在床上，他扳住他的脸，就在他的唇上亲了亲，笑道：大清早的起来就收到花束，收到你补上的婚戒，还是很开心的。毕竟不久前他们俩还是分房而睡，他送他一束花都还要纠纠结结的呢。海童发觉有些事男人做起来真的是无师自通，那很快就总结出一套经验来。战印就是这样，不管是说情话还是制造浪漫，都上手很快。海童松开了他，转身走向洗手间。战印坐起来，摸了摸被他亲过的地方，抿了抿嘴后，低低地说：奶奶不是教唆他要推倒我，扒光我，吃了我吗？
只推倒，并没有扒光它呢。海童还没有养肥呢，宰了没有肉。战印它成了一头猪。一会儿后，海童出来了，战印还坐在床上，看着海童走过来，温和地对他说了句：“我过2天要出差了，去几天？”海童知道那些大公司的管理层经常都要出差的，还说不准呢，事情处理完了就能回来。那你要出门的那天跟我说一声，我帮你收拾收拾，开车送你去机场。他房里没有他的衣物，海童准备回自己的房间换衣服梳洗。战印见他准备走了，忍不住伸手拉住他，黑眸灼地锁着他俏丽的面容。就这样啊？海童眨眨眼，不明白他的意思。不这样还要怎么样？总不能让他送他到他出差的那个城市吧？家属能跟着去啊？战印的嘴角抽了抽，不能跟着去，我送你去机场还不行？战印拉着他的手松开了。海童看看他的手啊，皱着眉说道：“我还说你这几天舌头长了呢。”又缩回去了，说话都不说清楚，老想让我猜测，我笨得很，猜不出来。我去换衣服，等会儿是出去吃早餐还是自己做啊？海童边往外走边问了句：“你看着办吧。”海童听出他话里的闷气，走到了房门口又停下来，扭头看了他好几眼，才拉开房门出去了。看到老太太，海童若无其事地打招呼：“奶奶早呀。”“早啊。”老太太笑眯眯地看着海童从孙子的房间里出来，小俩口是还没有做什么，至少同睡一张床了，这是进步。早餐呢，最终是在家里吃。海童给婆孙俩煮的面条简单点。海童的电话响了，他以为是姐姐打来的，拿起手机一看来电显示是个陌生的号码，他就脸色不好看了。只要是陌生的号码，基本上都是他老家的那些极品亲戚。上次商小飞替他出了一口气后，那些人消停了一段时间。今天又给他打电话，又想做什么？海童不想接，摁断了。对方又打过来，他在摁断。等对方打了3次，他啪一下放下了筷子。那婆孙俩都看向他，他却拿起了手机接听电话，语气冰冷：“你们还想怎么样？”“海童，我是你爷爷。”海老头听到海童那冷冰冰的问话，老脸也是一黑，很想开骂的，想到儿孙们现在的境况，他忍住了。“有事？你态度就不能好一点？我是你爷爷啦，是长辈，对长辈也不知道尊重一点儿。你爸妈是怎么教你的？”“对不起，我爸妈在我很小时就去世了，没有办法管教我。怎么？你要向我爸妈告状？那你赶紧去找他们告我的状吧。”“我爸是你儿子，你还可以端着老子的架子训我爸一顿。”海老头气得脸色铁青：“你这是让我快点去死？3儿子夫妻俩都去世了10几年，叫他去找儿子儿媳妇告状，不就是诅咒他死？我可没有那样说，是你自己说的。”“海老头，你在哪里啊？都几点了？你的店还没有开门，别人都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了。”“战印，我爷爷居然会关心我的店什么时候开门了？今天有太阳吗？你快拿手机去阳台看看，今天的太阳可能会从西边升起，你要拍下那天下奇观。”海老头黑着脸骂道：“海童，你别错开话题哈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我和你叔伯婶娘们都在你的店门口等着你，赶紧过来开门吧。我们连早餐都还没有吃，过来的时候给我们打包早餐过来。附近多的是早餐店，你们不吃，那就饿着呗。”他才没有那个好心给他们打包早餐过去，吃饱了好骂他。海老头被海童的态度气得很，他还想骂，手机就被海志文拿过去了。海志文在电话里温和地道：“海童，我是你二堂哥，我们都在你店门口等着呢。你早点过来，我们找你有事，等我吃饱了自然会过去。”“好，我们等你。”海志文说完就挂了电话。你老家的那些人又找上门来。看到海童放下了手机，战印沉声问着：“
那些人在他的暗中报复下，应该过得很不如意的了，还敢找过来。真像苏南说的那样，把他们整得一无所有了。他们光脚不怕穿鞋的，死缠着海童要钱。可能全都在我店门口等着，也不知道做什么。反正让我承担我奶奶的医药费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不怕他们人多。奶奶有一大堆的孝子贤孙，轮也轮不到她这个不讨喜的孙女来支付医药费。她那些堂哥们日子过得比她姐妹俩好多了。等会儿啊，我送你回店里。战印主动地说道。哎，老太太也说道，我跟亲家还没有见过面呢，也该去见上一见了。海家人是极品，但他们和海童还有血缘关系，名义上与战家的确是亲家。见婆孙俩如临大敌的样子，当即就表态要陪着他回店。海童笑道，奶奶没事的，他们无非就是想要钱。钱在我这里，我不掏钱出来，他们还能拿我怎么样？如果他们个个都穷的实在是支付不起我奶奶的医药费，哪怕他们当年对我姐妹俩太过分，看在我爸的份上，我还是愿意掏点钱的。但他们个个都比我有钱，只是舍不得为我奶奶掏钱而已。当年啊，我父母的死亡赔偿金可是依了他们，也不知道他们的良心会不会痛。爷爷奶奶现在还没有老到行动不便，也还没有病到瘫在床上，他们的儿孙都想咬着他这个当孙女的负责了。一旦他们俩老瘫在床上，估计真的是死到了臭都没有人知道。以前他父母还活着时，爷爷奶奶但凡有点不舒服，都是他父母带着去看医生，出钱又出力照顾。就这样，他奶奶还跟村里的人说他父母不好呢。爷爷奶奶最偏疼的这些儿女，现在又是怎么对他们的？海童在心里冷笑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是会有报应的。爷爷奶奶的报应，在来的路上了。不管他们来意如何，我们陪着你过去，大家都有个帮手。老太太很坚持的要陪着海童过去。海童想说自己也很能打的，想到老家那些极品都聚在他的店里，那真开打，他人少也打不过，便没有再阻拦老太太陪着他过去。他听姐姐说老太太很牛逼的。三人吃完了面条，海童想收拾碗筷，老太太瞟了孙子一眼，战印就默默地起身，从海童的手里拿过了碗筷，端进厨房里清洗。彤彤对阿印，你不要太宠着。老太太教着海童，得让他帮忙干点家务活，这个家是你们夫妻俩的，要靠你们俩共同经营。他上班会累，你一样上班赚钱，难道你就不累？不要让他在家里当大爷，要使唤他干点事情，自己以后也能轻松点。奶奶战印已经很不错的了，他会帮着做些家务活的。他那个渣男姐夫才真的是下班回家就当大爷的，什么事儿都要他姐帮他做好，说他自己有手有脚，干嘛不做的时候呢？他会理直气壮地说他上了一天班累死了，回家还不能休息休息，然后就说他姐在家里就带个孩子，轻轻松松，家务活还要让他帮忙，说他姐懒得再去吐槽那个渣男。他姐快要把他脱手送给叶佳妮了，看叶佳妮以后会不会宠着周红林，什么都不用他干。他们兄弟几个从小就被我要求他们要有自理能力，的确是不错。我就是怕你心疼他上班累，就把他宠坏了。彤彤呀，我告诉你，好男人是靠自己调教的，懒男人呢也是自己宠出来的。你想要个好男人，你就用心去调教阿印。他虽然嘴笨，又不擅长表达感情，他要是在乎你了，他能把你宠上天的。他宠着你好过你去宠着他。海童笑道，奶奶，你真是战印的亲奶奶，他听着你这些话，得说你偏心了。我是他的亲奶奶才会和你说这些。奶奶想你们夫妻俩把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，甜甜蜜蜜的。老太太大方承认自己就是偏着孙媳妇，这可是他老人家亲自为长孙挑选的媳妇，自己挑的当然得偏宠着。我可不像有些老人家见不得小俩口恩爱，总爱无事生非，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，那样有意思吗？把小俩口闹得离了婚，以为能找到更好的。很多人总觉得自己家的儿子孙子优秀，离了还能娶到更好的，等到真离了，
说不定下一个更差劲呀，或者是娶不到了。有女孩子的人家嫁女儿前都会去悄悄的打听男方家的人品的呀。要是知道他们那么爱折腾，心疼女儿的人家，谁舍得把女儿嫁入他们家？不就是离了后就只能当一辈子的光棍？等他们后悔想去找以前的那个复婚时，人家已经嫁人了。老太太头脑清醒得很，她不会折腾小辈，也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儿媳折腾小辈。